这是一次疯狂的旅程。我将绕着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7进7出，途经奥地利、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，并一路带着你领略世界上最顶级的风光。如果你恰巧也打算前往欧洲，或者未来计划前往，请不要离开，因为这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那么，欢迎来到阿尔卑斯大环线的第4章——德国新天鹅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范啊。说到这个天鹅堡呢，新天鹅堡呢，我觉得有太多的好的标签去形容它了。首先，它是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路之上的一座特别具有童话色彩的城堡，然后它又是路德维希2世的狂想曲迪士尼乐园真正的原型。每年呢，它都吸引着数百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。那么，就这样一座城堡，到底应该怎么玩呢？我觉得就用它就够了，拿手上的相机捕捉下来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我会从3个维度展开：沿途风景推荐、入住古老小镇、漫步神秘湖泊。那么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会带着大家爬上比天鹅堡更高的山头，以俯视的姿态欣赏这个世界级的景观。那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出发吧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踏入德国巴伐利亚州了。还是一望无际的绿色，如海洋般的草甸，非常的漂亮。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要问我新天鹅堡的沿途风景推荐，那么一定少不了的是德国第一高峰——楚格峰。我们来到了这个意外场所啊。就是眼前这个楚格峰，德国的第一高峰。然后这边的缆车直接可以上到高峰楚格峰的上面。如果来到天鹅堡，也可以加1天的行程，将这个行程定到这个楚格峰啊。正前方看到的这个，中间还开辟出了一条绿色的草坪小道。这条小道就是冬天用来给旅客滑雪用的啊，夏天的话它就成了一条绿色成荫的小道。我靠，真的非常漂亮。现在走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吧，在这个雪山下面的因为我看到远处有一个孤独的小房子，孤独的房子，我想给那个小房子拍张照片，所以就走到这个地方。就那个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孤零零的小房子。来，我们试一下。除了楚格峰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推荐的10万高小镇。在我身后不远处有点芝麻大小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新天鹅堡，非常的震撼。因为广角镜可能看不出来它的震撼啊，它离我不远，但是广角镜它会显得很小。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孤独的教堂。我们再经过这个名叫10万高的一个小镇，就可以拍到这个孤独的教堂、天鹅堡一起融合在一起的一个镜头啊。当然，楚格峰周边能够推荐的地方远不止于此，像艾布湖啊、霍普芬湖啊，大家如果时间充裕，这些地方都会是不错的选择。那告别10万高之后呢，我们便要前往入住那个名叫菲森的古老小镇。菲森，一座有着2000年历史的小镇，但它很有意思。当你看到老街两旁的房子时，别被他们的花窗骗了，因为那都是假的。在古代，精致的石窗和雕花代表的是身份和排场，但由于造价昂贵，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，于是聪明的菲森人民选择画上去，而这样用画做成的花窗保留至今，反倒成了菲森乃至巴伐利亚州的文化标志。昨天晚上到达了菲森之后啊，也就是我们的酒店之后啊，就拍了点夜景啊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菲森还是很古老的，就是城墙、青石板，包括这些很浪漫的各种颜色的低饱和度颜色的一些建筑，都很出片，很适合摄影师过来打卡拍照这样子。在菲森，建筑往往是最值得打卡的。你们看到周围的城墙了吗？在中世纪瘟疫爆发或宗教冲突时，这些城墙往往就是小镇的避难所。但是住宿的地方就显得有点局促了啊。这个住宿地怎么说呢？刚刚说酒店已经是抬举它了，就是一个青年旅社啊。其实我对于吃住行并不是特别的挑剔，但是
实在是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，它只能出门右转，然后到大家那个公共的淋浴间一起洗啊，就有点简陋了。整个大小呢也不大，8、9个平方。那说了这么多这个酒店的吐槽啊，不如眼见为实啊。这个价值1000元的酒店到底长啥样？room tour，let's go。但吐槽归吐槽，菲森仍旧是我心中最好的中转站。这里生活便利性很高，如果预算充足，酒店选择依然有很多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交通发达，距离天鹅堡也仅仅只有3公里。哇，起飞了，兄弟们！他们这是要飞到什么阿尔卑斯湖里啊？好的，接下来有2个目的地啊，一个是我眼前的这个新天鹅堡啊，有点远看不太清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反方向的这个阿尔卑斯湖。我现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徒步前往阿尔卑斯山脉下的阿尔卑斯湖，然后在这个湖畔的附近很近的地方呢，有一座城堡叫做高天鹅堡，也就是老天鹅堡。这个古时候的人呢，真的是太会享受了。那些王室们就会在这种美丽的湖畔边上建一座高高在上的城堡，平时打开窗户欣赏一下湖景，欣赏一下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美景。这种生活实在是，资金只应天上有，只能吟诗半首。OK， 继续沿着湖畔小走小走。这个寂静的阿尔卑斯湖边上的树都非常的粗壮，就感觉我自己会显得很渺小。穿过这个木桥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么一个被绿荫环抱的小径啊。在这个地方徒步呢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被任何琐事给打扰。2张卡全部是没信号。OK， 只能静静的欣赏沿湖的美景和这种不可一世的时光。阿尔卑斯湖绝对是我此次行程最推荐的地方。如果你恰巧也要前往天鹅堡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来湖边走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风平浪静，天气再好一点点，2座童话般的城堡倒映在碧波之中，那会是怎样的奇景？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安静地欣赏一下这片曾经是路德维希私有的皇家玉湖。在我身后的就是新天鹅堡，而我身处的地方就是玛利亚桥。我脚下的是万丈深渊呐，这是一个木头制成的桥，当然它的主体是钢结构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但是踩在上面的时候，整个木板都在晃，很多人都不敢过来。不过，为了眼前的美景，我就是扶着这个铁栏杆，我就一步一步摸过来。
至于我是怎么来到了这个玛利亚桥，怎么看到了这么绝美的风景啊？这个时间线还要往前拉1个小时，我真的是经历了998一难。不过一切，至少这个收获是值当的。不过我还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下我1个小时之前，或者说这1个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来吧，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正在徒步往山上爬，新天鹅堡的方向，朝着地图上的圣玛利亚桥出发。原来跟我一样选择徒步的人还是不少的，我一直死的跟着前面的老外们，不要让他们的脚步甩开我太久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新天鹅堡的山脚下。话说这个天鹅堡真的好壮观啊！我用这个大疆 X-5的广角去拍，就差点都没把它包容进去。然后如果说你们要参观这个天鹅堡内部的话，就在这边停进去就行了。啊，我的话要爬上更高的山头俯视它，所以选择继续前进。这是一个圣玛利亚桥之后的野路，搞点野路子，树根缠着的路，特别有意思。但是因为树根它特别滑，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相机在我身上晃荡，往这边走。我真是个身手矫健的 Chinese， 明知山有虎，偏往虎山行。脚下就是万丈悬崖。这样，童话故事，童话王国，杜德维希2世，感谢你给这个世界贡献这么美妙的城堡。Goodbye，天鹅堡。